界。就是在这里，我们俩互相打配合，把你送进医务室。你当时被班级里的同学欺负，委屈巴巴的站在门口。是我一本书拍过去，告诉他们谁都不许再欺负沈佳清。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了吗？喂，我不在这段期间，你们都干嘛了呀？做梦呢？你还能对他做梦呢？就是这里，我们每次都是从这里翻墙出去逃考试的，你记得吧？哎，算了，我现在确实是不会翻墙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他暗恋的是我，我对你那是明恋。而且谁好人家20岁还翻墙啊？你看，我没忘。走。李珊珊，你给我下来！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再不来，天都要被你掀翻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既暗恋沈佳清，又明恋许金白。真是昏了头，居然敢让你上直播综艺！就当都是剧本行吗？大姐，综艺里面再怎么有剧本，塑造的也是一组 CP， 你倒好，直接给大乱炖了呀！林如，我最近经历的事情，我很难一时半会儿讲得清楚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，我全部告诉。先不接电话，先别说话。哎，亲爱的，方便方便，您说。珊珊啊，珊珊休息呢。啊。好好好，您放心，后期啊，我们一定好好配合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再见啊。怎么说？不让我录了？其实不录也挺好的。他最近这几次回学校，把我整得也挺崩溃的。林如，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好吗？杀青的那一天起，我就进入了无限循环。我好不容易出来了，经历了一场车祸，我就回到了过去。我还遇到了沈佳清。我看你是真疯了吧？我没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放弃你国民妹妹的人设，在大家面前演个疯子，好玩吗？你知道现在网上对你都什么评价吗？发疯文学领军人物。你的 CP 粉叫邪门粉，啥都可，就图个营养均衡。珊珊，我不知道你的精神状态领先多少年，但我知道你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的精神就真的要崩溃。我没有折腾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沈佳清？真的只是想搞清楚，我最近经历的一切事情，是不是真的都跟他有关系？李珊珊，你要再这样，无论我和金哥再怎么爱你，再怎么希望你好，也都会心累的。可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最近到底经历了什么。那你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吗？
明天继续录制。金哥跟节目组再三坚持，只选你约会，所以节目组没办法，才把你留了下来。他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这一次战队 CP， 你的官配就是许金白。你要是想去这个戏，就好好服从剧组安排。搞定了，500万的节目赞助，换尹珊珊继续录制。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休息？我可休息不着。照尹珊珊这个烧钱速度，我估计在你离世前，这遗产都得消耗殆尽了。那我就趁我现在活着，多赚一些，陪我加班吧。那还是算了吧。你明天打算怎么面对他？没想好。我看直播是看明白了，尹珊珊是明显想起你俩之前经历那些事儿了。你说这能拖多久啊？他没想起来，他只是经历过。尹珊珊之前我不知道，你就糊弄我，现在人家本人就在我面前，你还糊弄我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找另外一位瓜主，我跟他单聊了。你到时候你别吃醋。瓜主，想吃西瓜？是娱乐吃瓜。你知道的，我的手表有回到过去的功能，但是这个功能是珊珊教我的。啥时候啊？中学啊？高2那年，二凤有一天突然跟我说，她不是我认识的尹二凤，是来自于10年之后的尹珊珊。说她自己遭遇穿越时间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手表。然后我尝试了无数次，真的成功了。但我当时压根就不信。你这正常人谁能信啊？直到车祸昏迷期间，珊珊的意识穿越回了高中时代，让那个时候的我遇到了现在的她。那他是不是知道你们高中经历的那些事儿啊？她只有穿越回去的一小段记忆，而且我没承认。不是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再说了，这怎么能瞒得住呀？他试试你手表不就知道了？坏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你还嘴硬？你说你参加恋综又不是为了谈恋爱，你图啥呀？我担心他的安全。安全？都21世纪了，参加个综艺能有什么？你傻呀？这个综艺是谁提出来的？是沈之和提出来的。珊珊是用什么方式登场？翻墙。我能不担心吗？确实啊，有的组的安全意识确实不太到位。当时，珊珊选我约会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她要问我穿越回去的一些事情，我特意把麦克风关了。那不全程直播着呢吗？是啊，我不知道那个麦克风是远程遥控的，就造成了恋综史上最大的直播录音事故。那你还赞助啊？当然要赞助了。沈之和是冲我来的，我不想因为我们俩的事情连累到珊珊，再加上我想看看许金白是不是真的爱他。哎，好了，谢谢。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再来一份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引经据典夫妇呀？我女儿最近天天看你们俩，一回家就大喊明恋才是真的，把他爸呀烦得都想打他了。是我们。年轻人谈恋爱真好，你看小姑娘对你多好呀，看你喜欢吃就一份一份不停的点。再来一个。剩下的我都要了。这，你走。都要啊！
好，好，好。你别再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就按照剧本走。我不想再被观众追着骂，说我脚踏两条船。什么剧本？找你的官配情侣去啊？哪个区域的官？管什么的？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到底来恋综干嘛来了？曹文就是人间飒气的人设，在任何约会的场合呢，都要展现出她特别干练的大女主人设。但其实这种人设在恋综里面，男孩是不吃这一套的，但是女孩会喜欢。所以她的官配就要搭低龄女粉特别多的浩然哥哥，热爱健身，帅气有型，双 A 搭配，势均力敌。这样子女粉不仅不会吃醋，反而还会长大批的情侣粉。先别录了，导演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是说我扣动扳机，气球就会爆吗？他没爆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枪没打着，觉得自己还挺帅，那能长什么？长脑子？没事儿，气球我们单独补录啊。你说，观众真喜欢看这种吗？不知道，但是节目组觉得观众爱看就行了呗。明明真正相爱的两个人，还得演戏。来上节目的都是老演员了，哪来的什么真戏？我不是演员，我是真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演员，但可就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个洛可可，她是真的喜欢曹文。我是安吉拉的弟弟，我们以前见过。你还没有成年吧？你就参加这个？我上大学了，可以谈恋爱。你记不记得刚来小屋的时候，他跟我睡在一起，他晚上就跟我说，他说，他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曹文，为了接近曹文，让他的姐姐跟曹文做朋友。人家来这个综艺就是为了曹文来的。天哪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天才少年和帅气型男，为了酷飒姐姐，走向爱的战歌。你怎么是个雄性动物，在你嘴里都形容这么好？什么？雄性动物啊？所以呢，夏言搭你就是清纯小白花搭商界总裁的完美搭配。他清纯小白花，你可真清楚。这可是他专门为了这个综艺找团队设计的人设。舞台上的人间富贵花，舞台下的清纯小白花，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台上台下的反差感。你知道的还挺多。我昨天晚上被林如按头在那里研究恋综的套路，黑眼圈都凹出来了。所以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一个眼神，我都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走向是什么。这么厉害？这叫专业。所以你跟许金白是官配？当然啊，我和他是向你而来的男女主，我们当然是官配。真的还是演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是专业的演员，保证是的。那你们两个是什么人设？章鱼小丸子嘛，就是我们设计的青春回忆。我们走的呢，就是那种错过的青梅人设。珊珊，找你半天，要录下一趴了，赶紧补妆吧。好。陆云，我忍不住了，你跟节目组沟通一下吧。请各位嘉宾转身。请各位嘉宾看向自己配对的情侣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也没谈过恋爱。哦吼，我搭档没了，不介意我跟你们一起吧？不介意。介意。好吧。
导演，这剧本怎么回事啊？都有人选我们家小妍妍呢。你笑什么笑？走着瞧。我这儿调整一下啊，好的好的。珊珊，要不然就我跟你2个人换第2轮吧。不用了，我跟夏言换吧，你们3个人一起做。啊？其实呢，我最想一起坐摩天轮的人，是和我一起拥有过美好回忆的人。是你又出现在眼前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你知道。但很可惜，可能曾经的我太任性了，所以他们都在否定这段曾经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做。我想好好想一想那段曾经作为秘密的回忆。走开啊！你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要去了解。当指尖不经意触碰，好像触电，视线如星光落在眉间，你是不是对我也有同一种感觉？好，我们都别抢。行，不争，别抢，都是君子，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行，一个一个来。喂，兵不厌诈，知道吗？君子。连下一轮都没心情做了吧？走吧，都是被抛下的怨种，跟上去看看他们要干嘛。你这样干嘛？算我倒霉，遇到2个男的，一个吧分手玩消失，什么话也不说；一个吧装傻充愣，非给我演什么不认识。我刚才问过你，是演的还是真的？我不想装。怎么没画面了？怎么没信号呢？来，去个人看下情况。为什么又是他们2个？现在到底怎么了？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我来这儿呢是来监督各位，请大家关闭他们身上的设备，然后直播也不允许了。哎，对，作为咱们节目组最大的赞助商，我希望大家尊重一下我的老板，好吗？咱们上班期间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摸鱼，是吧？多开心啊，是吧？玩起来啊，嗨起来啊！老大，加油！君子。哎，你说他俩聊啥呢？早知道沈佳清跟尹珊珊有事儿，我就不找沈佳清了。跟你组的话还能打配合。我不会跟你组的。真是恋爱脑扎堆。你现在已经是半淘汰状态了，只有跟我组才有可能复活。这个综艺是什么样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我要坚定的选择它。好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，常人很难理解，但你一定知道。你不是觉得你回到了过去吗？是我造成的。所以这块手表，它真的可以倒转时间啊？是的。通常情况下，回到过去，只有我一个人能感受到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次你能感受到。
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楼顶拉你的时候，你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表，才导致了时间倒转。所以那次天台根本就不是梦，就是真实的。所以那次我们俩出车祸，沈佳晴，听见这说，我又碰到了你的手表，时间倒转把我带回到了学生时期，都是真的。一开始我不能确定，但你醒来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可以肯定，你的意识就是回到了10年前。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，我只能隐瞒下来。可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，或者说，我不记得我认识过你。曾经认识过，所以我们相识的那段回忆也被你用手表倒转时给覆盖了，所以现在的我才不记得你。那个时候我们不光是朋友。二凤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提前高考吗？因为我不想早恋，我想跟你一起毕业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还是。雪山，老板，珊珊，我，你在乎的人都得死。怎么回事？摩天轮怎么突然断电了？不行，如果我现在就说出口的话，它还是会有危险。老大，有人切断了游乐场电源，我已安排人抢修，你好好坦白。那可是为什么？你没有再来找我相认？为什么现在的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还是不愿意承认？因为我不敢。沈佳琴，你在乎的人都得死。我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掩饰不了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。跟你在一起做护工，跟你在一起做志愿者，一起聊天，我很开心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会很安心。但我越高兴，我就越自责。我问你，你之前一次次的倒转时间，都是因为我的人设崩塌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爱你，但我不能。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不能接近你。因为你出事的时候刚好在我的酒店，我怕影响我酒店正常运营。真的？真的。珊珊，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没吓到吧？说了没啊？他理解了吗？哎，沈佳清，你明明就是喜欢我，为什么要说那么多难听的话？为什么明明那么在乎我，又非要把我推开？救救我吧，老天爷！哎哎哎！哎呀！嘿，是你800标兵奔。关于巧合的借口，我每天都听见。
鲜花绿叶，透明的这视线，橘红的天，美丽都有关联。怎么突然想起你？是否是某种感应？心情刚好是快点起，却因你放弃，收到那封你写的信，所有好心情都关于你。你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要去了解。当指尖不经意触碰，好像触电，视线如星光落在眉间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么说他多伤心啊！反正他的记忆里跟我也没有多熟。那你多伤心啊？他现在看着挺开心的。再说，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。是不是对我也有同一种感觉？假如时间穿越，那错过的遇见，会不会我能够幸福得早一点？算了，我还是离开这里吧。只要我走了，他没准就能清静了。告诉全世界。干嘛？这么晚了，准备去哪里啊？我猜你肯定不敢去找林如。至于酒店嘛，我听说他也帮你退掉了。啊？那是我的常住房，他对方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要不然你先听我说完，再想想要不要去质问他。你之前出车祸，公司打鸭血藏你，粉丝脱粉，赞助商闹解约，林如好不容易将这些事情帮你维稳下来，可你最近又闹出了不少新的动静。我估计你名义下的钱已经不够赔付这些违约金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么红？对，红是靠人气嘛，人气越高，那粉运费就会越贵啊。什么是粉运？不重要，你也用不着知道了。总之，现在的情况就是呢，你之前挣的钱扣掉你日常维护的开销，恐怕已经赔不起众多品牌跟你索要的违约金了。林如跟我都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找了一个借口让你必须留在这个项目。毕竟你演完这个综艺了，那套片酬，不管你后续演不演向你而来，在经济上都能松一口气嘛。这么严重？可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跟你说有什么用呢？制造更多问题。我这是特殊情况。珊珊，你听我说，我跟林如谁都不想跟你说这些话，但要是今天晚上你真的再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再去跟制片人沟通，让你留下来。那我更得走了，我去留都不能靠你。那个完美的时间线，它真的存在吗？把那些遗憾都和解，倒转我们的世界。能说出那句没勇气说出来的话，拥抱后就不再放开它。那束鲜花枯萎又绽放，你是我唯一的理想。
在，这份爱兜兜转转，有你我才能心安。有风来自于人海，也有梦总是落在